3月26号，我们的秀珍，今天主讲秀珍已经来到我们线上，我们来邀请秀珍团长来为大家开讲。好，谢谢各位伙伴。那就是事实上呢，说到罗浮童军的话，哈，因为标题好像是说是，我看一下哈，是罗浮阶段的国际活动参与。好，那事实上各位伙伴，那个我本身呢是是罗浮开始参加没错，不过我的国际活动开始参加的时候，几乎都不是罗浮了。哦，那就是我跟大家各位伙伴来那个介绍一下。事实上我是19岁才参加童军团，然后是大学开始后我大一的时候是见习罗浮，然后大二就去考寿衔了，到大三的时候就去考服务罗浮，然后我的团是彰化师大童军团。哦，那现在还是登记在那个地方，所以现在成为彰化师大童军团的服务员。那接下来我大三成为服务罗浮之后呢，我就开始就是在各个罗考，就是罗浮考营当中服务了。然后有去南区，有去中区，然后工作的这个范围呢，有行政组组员、行政组组长，然后甚至还当到寿险小队顾问哦。然后呢，中区、南区的考印，甚至还有去高屏区考印都有哦。从2002年开始到2010年哦，从民国91年到99年哦，几乎就是有整整9年的时间。哦，那这段时间呢，就是裸考，然后甚至呢，我还担任小队顾问。小队顾问我从92年到99年，就是每年都想当小队顾问这样子哦。那可是这段时间的话呢，在我当童军就是成为罗浮的时候呢，我们童军团在推国际活动，然后我们的指导老师是林一斌教授，现在也是我们团长啦。哦，他就团长不好意思打岔一下，你的 PPT 有在动吗？有，哎，没动是不是？对啊。好，来，那我看一下哈，来第二份，来第二份哈，有看到吗？有看到全景吗？还没，现在还是。它有点那个，还有在那个吗？有点那个，对不对？好，有点那个的话呢，那我想到一个方法了，我先把它存成 PDF 档。好，你们等我一下哈，等我2分钟。好的。好，没关系，因为它有点动的有点慢，没关系，我再来重来一次。好，那我还是用投影片来放映好了。你们现在还是没办法看到全景，对不对？没办法看到全景吗？现在不是播放的状态。对，我知道，它现在不是播放的状态，对。玩一下哦，另存新档，知道了，有了。你是要储存成 PDF 吗？对。好，那你就在那个在你的档案名称的下方这边有一个下拉的这个符号，把它往下拉，就是 PowerPoint 简报的 PPT 这个地方。对，你再把它拉一下，看看它有没有 PDF 的选项。没有，有。OK， 好，这个就是了。然后你按储存。等一下哦，好，还是我来，是另存新档，然后 PDF。对，然后对，然后按储存就可以了。他没办法，因为我电脑有点慢，
没关系，我还是讲好了。那就是现在没办法，不是闭个播放的状态嘛，对不对？是。好，那没关系，那伙伴就是你们听我讲吧。那当那个时候呢，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团也开始也就是要准备举办世界罗浮大会啦。哦，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台湾已经那个争取到2029年的世界罗浮大会了。然后25年前那时候在争取举办世界罗浮大会，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团的那个连立斌教授，然后他也就开始在推那个国际活动。那推国际活动的时候呢，然后那个时候有2000年的墨西哥的世界罗浮大会，然后我就有报名参加。然后那个时候我大3，可是因为就是我那段时间就是对于童军开始有一点点迷惘，所以我就后来就退出，就没有去墨西哥。那墨西哥那一年听说台湾也去了30几个，哦，去了很多人。好，那来投影片呢，现在没有跳，好，没关系，我再来再弄。好，那这个到了2007年的时候呢，我有报名去世界大陆营，然后后来也没有去，所以我就是跳了2次活动。那为什么我没有去呢？因为后来决定先考研究所，就是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然后但是就是想要参加国际活动的那种心情一直都在内心当中，都没有那个，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把它放大，那伙伴就看得比较清楚哦。好，这样看得比较清楚了吗？有看得比较清楚吗？有哦，就是2007年我有参加，就我报名世界大陆营，哦，但是没有去。然后呢，2006年也曾经想要去欧洲区罗浮大会，就是 Robo Way， 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还在私立学校，时间不允许哦，然后还有对自身也没有信心啊，哦，所以就没有动身。好，然后呢，这是我裸考受检的时候的照片，让伙伴看一下。如果南部伙伴应该认识他，梁俊哲，他那时候是我们小队顾问。然后接下来是考服务，要考服务。那中间的几位伙伴，像那个李承修，这是李承修后来在探索教育当中呢是还蛮活跃的。然后呢，就是我考完那个裸考之后，就是主要是担任那个罗浮考验的工作人员，然后我担任小队顾问。那现在我担任小队顾问有担任到几乎都八年的时间，所以到现在有时候在童军场合当中遇到，还会有人在叫我小队顾问。不过我现在已经没有再去裸考服务了，因为主要就是在国际活动。好，然后呢，就是我在裸考在服务的时候就是每年都可以跟伙伴见面，尤其是南区裸考，我去了整整10年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对罗浮、对童军，就是很有的很多热忱，一直认识很多好朋友。那每年都会相聚，都会变成一种期待。他说我们都是一种老班底就每年都可以见到面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呢，开始童军里面开始慢慢有些国际活动开始逐渐兴盛了。然后我就开始说，我是不是也可以参加国际活动？然后我就是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是不是有一天啦，我也可以每年就去参加国际活动，而且每年都可以跟外国朋友见面，然后甚至我们就变成一个类似一个 team 一样，然后每年都可以期待，然后每年又习以为常，就是像我每年裸考就见到我老朋友，那每年在国外我也可以见到我老朋友这个样子。然后那时候是有这样子的天真的设想。好，然后呢，后来呢，就是在人生28岁的时候做了一些转变那我是曾经错失过几次的国际活动，我没有去2000年的世界罗浮大会，2007年的世界大陆营我也没有报名，只是有报名但没有去那个人生到了32岁的时候就有一些转变那我在28岁的时候辞掉了就是我的私立学校的教师的工作，因为我那时候在私立学校教书，然后那个原本要去世界大陆营，然后就担心工作后来就把它世界大陆就没有去，然后后来就毅然决然就是辞掉私立中学的工作，然后就考研究所，他也考上了，
然后后来就是在32岁的时候，就是2011年那个时候呢，瑞典世界大运正在报名，然后那时候我还在念研究所，然后就想去，然后我就跟我妈讲，那我妈就支持我去。那事实上那也是我的钱嘛，就是小时候累积到现在的一些经费，那就去了。那我就参加第一次的出国活动。那事实上我之前有参加2004年的世界罗浮大会在台湾，那个所以这是我第2个国际活动，但是第一次出国的。然后呢，那时候我事实上真的是没有什么信心我就报名 CMT， 因为我也不敢报名 IST， 然后呢也没有报名 leader， 就是带队的没有报名，然后就报名 CMT。然后因为我对自己语言没信心嘛，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小队缺带队团长，所以张文兴就把我就调过去这样子。所以我第一次担任那个就是出国就是国际活动，我就是带小朋友去的。对，第一次出去就带小朋友去。然后呢，再来就是你说我是第一次出国就当带队服务员，会不会压力很大，或是无所适从？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已经32岁，然后就想说，那我32岁之前，我是老师对啊，那所以说等于说我32岁之前的那段时间是我出国准备期。那我当带团团长面对的是就是14、15岁的青少年，然后我身份就跟那个老师差不多。那事实上那个时候我已经当了7年老师啦，对啊，而且呢在这之前我一直在裸考服务。对啊，那在国际活动当中呢，如果超过一定年龄就是来服务的。比如说像世界大陆，你超过18岁就来当 ST， 那世界罗浮大会超过25岁就是来当 ST 这样子。那不只是裸考啊，我还有在台南市的一些就是中级、高级考验就是有担任工作人员，所以就是说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我已经有那个认知了，我驾轻就熟了。那所以呢，那是在出国活动当中呢，我是告诉自己，我要给我小队员最好的感受，因为带青少年出去，那我们要给他安全，那也给他带给他们快乐。然后，所以我们小队员呢，有些需求的时候就帮他们解决，比如说找东西啊，或换布章啊等等的。那像我们小队员最常来找我，就是说，团长，我东西掉了啊，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跟明道团合团。然后就等于说明道团32位，我们8位这样，然后我们就跟他们合在一起。那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他们误拿我们的东西，然后呢我的小队员他对我信任，他跑来找我，那我就帮他解决问题嘛。我就在全团集合的时候公开讲说，我们小队员掉东西了，那有没有人捡到？这样子，就是把事情呢公开化，然后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然后呢，小队员就说：“团长，我想要换这个布章，可是呢，因为呢，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换？当然是帮他换啦，帮他找 ST，帮他找其他的 leader 帮忙换这样子。然后呢，甚至呢，他有些在世界大会有些活动一定要大人带才能上去的，我就带他们去嘛。所以他们过得很开心，就是等于说我去的时候，就是他们这个就是值得信的那个对象。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在世界大陆营当中，因为我第一次担任去出国去参加国际活动是当 leader， 就是带小朋友去。那事实上带小朋友去的时候，我们当 leader 就是很少跟其他的外国伙伴接触，因为我们大家都是 focus 在小朋友身上。然后就是说跟其他 leader 有没有联系，或者说呢跟其他 ISD 有没有联系？事实上是很少的，但是还是有一些特别的情况。好，那这是我认识的伙伴哈。那世界大陆营当中呢，人的相见跟再见。那担任带队团长，虽然跟其他的国家伙伴接触机会是比较少的，还是有许多人，有一位甚至在后来其他活动当中就见到面，而且是常常见面，而且离开之后还彼此问候。那这位伙伴他叫 Oliver 他是一个韩裔的这个法国人，他呢在2011年的世界大陆也是担任 IST， 那时候我是 leader 嘛。然后呢，那个时候有个关卡叫 dream 就是做梦，然后是半夜在晚上10点开始到半夜2点的活动，那等于说是夜间活动这样子。然后呢，这位 Oliver 这位伙伴呢，他就穿着猪的那个服装，
然后这在那个活动场当中会把那个睡觉的把他敲醒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小队员就对这位伙伴印象非常深刻。那后来我在2013年的时候去世界罗浮大会，在加拿大我就遇到他，然后他就穿着猪的服装，我就说，我有遇过一个类似的，然后他就说那就是他，那我们就拍张照片，我们就是变成好朋友，这样拍张照片这样子啊。他是法国人，然后他是韩裔的，就是他是小时候是韩国人，然后后来被法国的那个夫妇收养这样子哦。然后呢，后来2016年在那个法国举办欧洲区罗浮大会的时候呢，因为他是在地人嘛，他就说他很多照顾，比如说我没有洗发精了，我就跟他讲，他就开车出去帮我买这样子。然后因为他是那个法国童军当中算蛮重要的人物，所以他会常常出席一些国际活动。他出席国际活动的时候呢，他就会问那个去参加的台湾伙伴说：“你认识吴秀珍吗？我的纪念品，请你帮我拿给他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说每次只要国际活动，我们都有在现场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见到面，然后想要拍张照片，然后送对方礼物，这样就变一个很好的朋友这样子。然后就是网络上、脸书上面也变得很好的朋友。然后呢，这是我的小队员，我们那个时候在瑞典的世界大陆的小队员。然后目前呢，就是大家都还有在联系，然后得到一生的朋友。然后呢，像他们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啦，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像中间这位伙伴呢就很特别，他呢的爸爸是学校主任，他爸爸是学校主任。然后因为我就带他去参加世界大陆营嘛，然后就认识他爸。然后因为我本身教国文，然后后来他爸爸呢就问我要不要去教他们学校的资优班学生。因为他爸是教资优班的但是教的是理化啦，就问我要不要去教他们班资优班的国文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这一教就教到现在，就每年都去教这样子。就是因为童军而开启了这个契机。然后那个时候当然要当leader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伙伴们的背景是什么，然后就这样子把他们照顾得很好，然后也得到伙伴的信任，得到家长的信任这个是陈竹君啊，他现在他在总会里面。然后呢，再来就是说，IST 哈，接下来我大部分都担任 IST。那 IST 的话呢，就是从2013年的世界罗浮大会开始，那是我第一次担任 IST， 而且非常特别，因为全部台湾只有我一个 IST。然后所以呢，到现场的时候呢，全部 IST 只有我一个台湾人。那我们2013年世界罗浮大会的代表团，我们是总共40位，但是 IST 只有我一位。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担任 IST， 然后地点我们的大会的地点是在那个魁北克，那魁北克是在渥太华，在北边，不是，所以它是加拿大的东边这样子然后因为提早到，所以我必须要自己一个人出发，因为没有同伴，因为大部分其他都参加人员，他们都是比较晚到。那当时的 CMT 是汪大勇校长然后还有阮瑞琴这个服务员，然后他们是跟 CMT 一起来的。那我必须要提早到，所以我就要自己一个人搭飞机抵达渥太华机场，然后还要搭接驳车去魁北克的营地，就自己一个人这样。那我之前完全没有做过，虽然我已经30几岁了，完全没有做过。然后可想而知那时候的对于自己一个人旅行的那种害怕还是有的然后呢，工作场合当然只有我一个台湾人，这个是非常挑战的。但有香港人啦，但是只有我一个台湾人这样子那其他台湾人都是参加人员这样子。好，那在搭机的过程跟抵达的时候呢，受到许多人帮助。那在香港的时候就遇到马来西亚的田汉文先生，田汉文先生是世界总部的工作人员，他现在已经退休了。还有到了营地现场的时候呢，有遇到一个同伴，他是美国人，但是他是日本裔的，他是日本人的样子。他们家在美国住了4代，然后呢，他就是跟我一拍即合。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喜欢动漫。因为这位 David 先生他非常喜欢动漫，然后因为我们都是东方脸孔嘛，然后那个田汉文先生就把我跟山浦大卫先生就是变成同一组，
然后就是等于说有他照顾我这样子啦，因为我英文没有那么好嘛，就是他就会听我慢慢讲，然后帮我就是等于说讲很多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工作的任务啊，他就带着我一起做这样子哦。好，然后呢，这是世界罗浮大会哈，然后在4罗当中受到很好照顾。那我第一次担任 IST 是只有一个，我们台湾 IST 只有我一个，然后其他的都没有其他台湾人在身边。然后外国同事们他们是反而是非常热情的。那因为是在加拿大办，所以很多的中南美洲的伙伴会过来，然后有巴西、墨西哥的伙伴，他们都很热情哈，他们就是一直叫我台湾，他们也没有叫我名字，叫我台湾，然后就抢着给我换布章，因为我布章我只有一个台湾人嘛，而且我是 IST， 我 IST 独特的布章，他们就抢着给我换布章这样子。然后呢，我的工作 security 是什么东西？就是巡逻。那我们台湾叫危险管理组，也就是巡营地，而且要轮班。哦，那我们还要守大门，就是要对讲机这样子。那你想想看，我英文那么不好，然后我要做这种事情，然后就是我的 partner， 我的伙伴，就是那个 David， 就是他就带着我这样子。那在这过程当中啊，就是说半夜还要巡营地这样子，因为要确保营地呢没有任何的危险。然后遇到伙伴这个在湖里面游泳，但是没有救生员在现场，然后我们还要跟他讲说，你不可以游泳哦，现在没有救生员哦，等等的哈。好，那因此呢，我们就认识很多好朋友，那到现在都还是有联系。那其中有一个伙伴呢，他是巴西人，然后巴西人呢，他这次我要去葡萄牙嘛，然后这个巴西人他也在葡萄牙，他说，我可以带你去旅游，因为他就是在葡萄牙，因为讲葡萄牙语啊，他就会就是当向导这样子。那我们之后在活动当中都一直在遇到包括我之后呢，2015年去日本，2016年呢去法国，2017年去冰岛，都一直在遇到。每次遇到的时候，哇，就是先拍照，然后先交换布章，然后就是像老朋友一样。所以我在当时我在裸考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我每年都可以跟我一群朋友见到面，然后变成说我在国际活动当中，我每年都可以跟我朋友见到面，这种感觉就是慢慢浮现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在4罗的时候呢，就是有跟加拿大的原住民有交流。那加拿大原住民他们就觉得他们心情很抑郁嘛，因为觉得那个移民都是压迫他们的，因此他们呢也被邀请来这个4罗当中呢，是来展示他们原住民文化。但是呢，就是都是讲的都是就是被压迫这样子，然后就拿台湾的原住民东西跟他交换。哇，他非常开心，非常开心，他非常开心，然后他就觉得受到重视了，然后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他就是对我就是非常的感谢这样子。好，那所以呢，那段旅程就加拿大那一次，我是孤单出发，收获满满回来。那因为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旅行，所以我没有去自助旅行。我结束之后就从加拿大回台湾了，然后呢，甚至在回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寄放行李，我就带着我的行李在机场待了20几个小时，然后等我飞机起飞这样子，然后就是在机场待着，然后也不敢去其他地方行动，也不敢寄行李，不会寄行李等等的。好，那是加拿大那次就是遇到很多好朋友，那这是我的同伴。这位就是 David 先生，他是日裔美国人，他只会讲英语，他不会讲日文。然后因为他也是一个人来啊，所以那时候田汉文先生就把他跟我配成一对，就是我们是同一个 team 这样子，然后就我们两个就是一起巡逻这样，就是一个 partner 这样子。然后他知道英文不好嘛，他就会那个慢慢听我讲，然后慢慢讲给我听这样子。然后遇到一些执勤的时候，一些比较重大的任务，比如说我们要守门口，然后回报用 radio 回报，都是他弄的。那我就在睡觉啊，他也不会觉得怎样，他就是反正就是照顾我这样子。那之后我们在活动当中也常常见到面。不过然后他结婚的时候，我就送他一个礼物。然后这是我们世界罗浮大会那个 security 的那个 team。然后呢，
这是我嘛，然后这边这两个是巴西人，然后他就是我说的，我们之后还有常常再见到面，然后他这是在葡萄牙，就是我可能过去的时候会跟他碰到面，然后这是 David 先生，然后这一位呢，他是史蒂芬，他史蒂芬先生，那史蒂芬先生他也很有趣啊，因为我们之后还常常见到面，这是他结婚生小孩，我们在去年在挪威有见到面。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这田浩文先生，他有来过台湾了，他是世界童军总部的工作人员，就是帮助我非常多，到现在我们还有在联系吼。好，那这个事实上呢，我那个时候吼，在在搭飞机的时候呢，从香港飞到就是多伦多，因为那时候飞机是分成3段嘛，先从台湾飞香港，再从香港飞多伦多，再从多伦多飞渥太华。然后我是在香港遇到田浩文先生，所以他就带着我，就是飞多伦多，然后从多伦多那个地方还要再一次的入海关，然后一直带我去渥太华机场这样子。那我们在渥太华机场的时候已经晚上9点了，然后呢，就是事实上的大会是有安排住宿就是渥太华大学这样子哦。然后那时候田浩文先生就说：“啊，你跟着我带你去坐公车，我们去渥太华大学这样子。”我原本想说我连公车都不要坐，我在机场待一个晚上，然后隔天再搭搭他们接驳车，然后去渥太华大学这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机场有一个接待人员，就是一个加拿大童军。那加拿大童军呢，然后我就说，那你帮我把我的背包提起来，让我把它背上去，因为我们要即将出发去坐公车嘛，对不对？你帮我把背包背起来这样子。然后当他把我的背包提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是背上我的背包这样，就是很利落的背上我的背包这样。结果他就说，she's a scout。就是说，这位伙伴他真的是一个童军，他就是真的是一个童军。对啊，那段旅程事实上是未知的嘛，因为我是一个人出发，然后去到加拿大，然后就是沿路就遇到很多人，然后很多人就是也给我很多鼓励这样子。所以加拿大是第一次担任 IST， 然后也是那时候是唯一的台湾人哦。那后来呢，就是隔2年之后，我就去日本的世界大陆营了。然后日本世界大陆营呢，就是我是担任 IST， 那日本世界大陆营如果伙伴有印象的话呢，我们去的超级无敌多人，台湾去了一大堆人。那日本呢举办的世界大陆营，我那时候呢我是选择担任 IST， 因为我想说上一次是 leader， 那我这次来世界大陆我就担任 IST 看看。那我们台湾去了1234人，1234人，IST 多到300多，还分成7个团。可是因为 IST 人数实在太多了，不只是台湾去很多人，连外国人去很多人，很多人就没有被分配到工作，然后因此呢，我就被分配到一个地方叫做 Human Resource， 就人力资源部就是什么东西就多余的，就是没有工作就被丢到那个地方去。那你知道我们工作是什么吗？我工作就是去 IST， 是只有 IST 而已哦，不是差人员。IST 的休息区的厕所、浴室放卫生纸跟洗手乳这样而已，也不是洗厕所，也不是洗浴室，也不是倒垃圾，就是只有放卫生纸跟洗手乳而已。然后我们呢，这样的工作我们就7个人做，而且是我们那个 team 7个人，还有其他 team 哦。那工作上是非常轻松的，可是人力资源部还是把我们分组，他轮班，他轮夜班，就是因为他随时随地要去放卫生纸跟洗手乳，所以不能就是说没有人去所以我们就是还要轮班。那因此呢，同小组的人工作事实上内容其实不多，但是都很认真工作。那部门主管对我们很好。那我们轮夜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 team 嘛，然后常常在一起嘛，就也是开始玩就玩扑克牌然后聊你对日本的印象什么然后我们有一个英国伙伴，他就说我先去东京的那个任天堂的那个二手店买一大堆的任天堂东西过来那是动漫迷嘛。
然后有空的时候我去各处走走。所以 ICT 工作虽然很轻松，但是我也不会觉得说我不重要，我反而就开始找朋友。那因为我在2013年认识很多朋友，就2015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找朋友然后就遇到很多2013年的加拿大4罗朋友大家看到就非常开心。好，那就是我朋友，这些是我朋友。然后像左边这个他是英国人，但是他是锡克族，英国的锡克族，他就是要穿短裤，然后戴头巾。他是我2013年4罗朋友。然后呢，这边我把它放大一点。然后呢，这一个就是 Oliver， 就是那个法国人，韩裔法国人，这个 Oliver， 这个 Oliver。然后呢，这是他的法国朋友，法国 Oliver。然后我们就是只要我们同一个时间在国际活动当中，他一定会找我，然后就立刻换部长。然后这就是 Debbie， 然后呢 Debbie 那个时候他有去日本。然后再来，这是加拿大的伙伴。那时候呢，我们在4罗的时候呢，他是等于说我们 security 的主管。然后这一位呢是香港人，他也是加拿大4罗的时候的认识的香港人。他的很多伙伴都认识他，因为他常来台湾了。他叫黄建敏，他也有去世界大陆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认识新朋友，这是我们那个 team 的。然后呢，我们那个 team 的话呢，像这个就是我们的 human resource 的部门的主管，他对我们很好，他是瑞典人。然后这位就是说我说的那个英国人，他就去任天堂的二手商店买一大堆任天堂的东西。他是动漫迷。然后他是别的 team 的，他是一个美国人。然后这位呢，他是瑞典人，他叫 Lisa。然后呢，Lisa 她长得很漂亮，所以很多人都想要跟她讲话。那后来我们有在其他场合又遇到。好，然后呢，再来就是2016年我要去法国欧洲区罗浮大会，就是我们所说的 Robert Way 哈。那 Robert Way 呢，我2006年本来就想去了。2006年那个时候是在意大利办的，可是因为就是对自己没信心。然后因为那时候还在私立学校工作，所以我就不太敢报名。然后呢，就等了10年，才总算去 Robert Way 这样子。就是欧洲区罗浮大会。那这个有了前2次的 IST 经验呢，事实上呢，这次的法国的那个 IST 就是比较游刃有余啦。就是我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害怕。然后因为我们这次 IST 也去了4个。我们台湾 IST 有4个这样子。包括我总共4个。然后他还是把我们 ICT 分组的。那每一组4个人，然后一定有一个法国人这样子，就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台湾人就刘克全，然后另外一个英国人，再一个法国人，就等于说法国人带着我们这些其他外国人，然后组成一个 team， 一个小 team， 就是一个小组。然后我们就这个小组呢，就是工作都一样这样子，然后整个12天工作都一样这样子。好，那这是我第一次的，这是做 IST 的，是做餐厅的工作。因为我第一次在我第一次当 IST 是 security 嘛，然后第2次是 human resource， 那第3次当 IST 就是餐厅。然后餐厅也是我第一次担任餐厅，后来我做了4次餐厅，那个3次餐厅。那餐厅工作实际上是非常的忙的。工作步调非常紧凑，但是也很多乐趣。那事实上呢，餐厅的工作就是工作量是很大的，然后但是呢，反而更可以跟伙伴有那种什么革命情感。对，然后我们是用大型洗碗机洗玻璃的杯子、盘子、金属的刀叉，它不是用那个丢弃式的，它就是喝完的杯子要立刻洗，要不然下一个人要用。因为总共 IST 有300多个人，然后我们要把这些杯子盘子要供应给大家吃，然后吃完之后呢，还要洗，因为如果再不洗的话是来不及，所以要洗所有的杯子、盘子、刀子、叉子、碗，还要把刚洗好的要拿到那个让人家可以拿的地方。工作餐厅有3个地方，有楼上、楼下，还有外面的。
那我就跑上跑下的啊，但是呢，就觉得说很开心，因为可以帮到忙，因为乐此不疲。然后法国人工作呢，他们会用那个推车，然后会用那个电梯，但是即使到2楼用电梯耶。但是我就觉得说，用电梯怎么那么来不及了？我就直接抱着一大堆的杯子盘子，直接冲到2楼去，然后摆这样子哦。然后呢，第一次呢，就是感受到 IC 的伙伴情谊。那我们都每天跟厨余为伴，脏碗盘，因为他送来的脏碗盘，我要先把那个厨余片把它冲掉，然后冲掉，这地板上全部都是厨余嘛，然后就把脏碗盘送进洗碗机里面，然后出来就干净的这样开始，然后就开始拿去摆这样子哦。然后呢，这是我们互相打气，这是互相唱歌。说啊，我们最后一批了，最后一批脏碗盘了，再做完的话就没了，哦，就可以下班了，等等哈，就是互相打气这样子。因此工作气氛一直都很愉快。然后呢，那法国童军那个时候呢，也发动很多在地的法国的童军，就是来这个在那个这个萝卜会里面呢，来帮忙啊。然后他们都不太会讲英文，但是他们都对我们很好，就是说他们有时候跟我们说，啊，你们赶快去吃饭，这边有我们来就好了，不要饿着了，赶快去吃饭，就是他们担心我们这些外国人会饿着，所以他们就会就是等于说包下来这段时间工作这样子哦。好，那这个是我的小组的成员，这是法国人，然后这是英国人，他英国女童军的领巾不太一样哦。然后他叫做 Claire， 他叫克莱尔，我们之后还有常常见到面。那事实上我们小组2个台湾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刘克全团长啦。不过他那个时候我们是一大早那个早餐嘛，所以我就先跟他们2个拍照。然后呢，法国童军的巧思让各位伙伴看一下哈。然后这是我们开幕典礼那一天煮的饭的大锅子，那锅子的还有那个电动的可以把这个锅盖的掀起来，然后里面的菜，然后都大勺子这样子搅哈。然后再来就是这是我们工作的场景哈，就是排一排准备要进洗碗机的这些脏盘子这排连这个都要洗，都进去洗这样子。然后这是我们呢，如果说有空档时间，他也会请我们来帮忙清他们的营地的一些东西。这是要清那个帆布，它是2个架子把它做成3角形的样子，然后把帆布挂上去，用高压水枪去喷，把那个脏污都喷掉之后，拿刷子去刷。我觉得这样工作蛮有效率的，比起放在地上这样刷，这样工作比较有效率。然后再来，这是营地的一些设施。这当然，这个什么东西？那个营地的精神堡垒当然是埃菲尔铁塔嘛。然后呢，这是营地的一些设施，像这个我放大一点哈，让伙伴看一下。这个伙伴不知道有没有玩过，他就是拿猪在里面转来转去这样子。这是营地的那个固定的设施。它这是法国一个可以容纳3万个人的一个固定的营地，它就是法国童军的营地这样子。然后呢，他们有做一些小游戏。那比如说，他们就用纸箱做成这个东西，有伙伴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什么？有伙伴知道吗？城堡啊，这是罗浮宫啊，罗浮宫的3角形啊。然后他就是那个离营那一天早上的小游戏，他们就用纸箱做很多的法国的地标，然后让伙伴去做活动。然后这当然是罗浮宫嘛，然后还有这个在埃菲尔铁塔，它很多还有蛮多的啦。他们就是做活动，就是用字母去猜两个建筑物这样子。然后呢，会后旅游就是当然要到巴黎去玩一玩哈。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要接同伴住在一起，我们租一个那个 Airbnb 住7天。然后我们出去都有伴这样子一起去红磨坊啊，去那个凡尔赛宫啊，去塞纳河，然后去罗浮宫，去看这样子哦。然后那因为已经9:40了，我预计是讲到法国把它讲完了。那就是伙伴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吗？
伙伴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就是可以那个？好，我知道了。那个秀正，我们那个现在40分嘛，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后续再排，就排其他的没有问题，不用急着今天讲完。对。好。还是你觉得很想今天把它讲完？没有不行，讲完的话我大概就到10点。好，那我们另外排就好，我们另外排没关系，我们就看找那个你这边方便的时间，我们再来排进来，好不好？对。OK， 好哦。原则上啊，下一场我们已经有定的是在4月15号了，好。OK， 对。好，那我们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先谢谢我们的秀珍以上精彩的分享哈。那我们现在就是投影片，我们就先来把它那个关掉，然后大家先来合影一下吧。好，各位现在可以开你们的镜头，我看一下哦。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